今天我们要聊聊这本在日本出版后迅速卖破10万本，引起社会现象及讨论的诚实之书，在17岁时想知道的升学考试与人生之事。这本书的成功不在于提供了什么神奇的读书技巧，而在于它的极度诚实。作者一位是从高中偏差值37，几乎是谷底的状态，靠1年重考逆袭考上早稻田大学的 YouTuber B-Yama， 另一位则是扮演学历至上主义怪物的京都大学肄业生 Takada Humin。他们用亲身经历和最直白，甚至有点刺耳的语言，告诉我们那些学校老师和爸妈不敢说的不方便的真相。接下来的3段拆解，我将为你深入剖析书中最核心的3个观点。这不仅关乎考试，更关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第一部分，重新定义你的武器，学历的残酷真相。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观点，你必须重新认识学历，它不是一张文凭，而是你在不平等社会中的第一把，也是最公平的一把武器。书里开宗明义就点出一个事实，社会的差距比你想象中残酷数倍。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也再三证实了家庭年收入与孩子学业能力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相关性。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在所有社会竞争中，大学入学考试是极少数规则相对公平的竞技场。它的规则全国统一，评断标准只有你在考卷上展现的知识与思考力。书中提出这个贯穿全书的核心比喻，学历是一把武器。要让武器发挥作用，还是让它生锈，全看你自己。这句话至少揭示了3个残酷但极其重要的现实。首先，普通人就是需要这把武器。作者举了一个很直接的例子，没有人会在乎棒球天才大谷翔平的学历，因为他拥有压倒性的天赋。同样，那些白手起家、创造商业帝国的创业家，他们拥有的也是超越常人的才能。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我们没有那样的天赋，因此学历就成为了我们获得与那些天才能够在同一个牌桌上竞争的入场券。书中提到了所谓的学历滤网。一位在企业担任主管的人分享，即便他个人很欣赏非顶尖大学毕业的朋友，但在他成为主管，需要快速大量筛选新人时，他发现从统计学上来看，高学历的员工在解决未知问题时的平均表现确实更为突出。这不是歧视，这是企业在资讯不对称下，为了追求效率而采用的现实策略。其次，这把武器的锋利度来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本书彻底重新定义了读书的意义。他说，考试真正考验的能力不是学历，而是问题解决力，也就是面对不擅长之事并加以改善的能力。他告诉你，你每天埋首书堆，不是在做无意义的重复劳动。每一次你面对讨厌的数学题、背不起来的英文单字，每一次你强迫自己订正错误、分析弱点，你都不是在学习知识，而是在锻炼一种可以转移到任何领域的核心技能，面对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这才是这把武器最锋利的刃。它保证了你未来无论进入哪个行业，面对何种挑战，你都已经预先演练过如何从不会到会的完整过程。最后，锻造这把武器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投资。理解了前面2点，你就能用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考试这件事。它不再是通往好大学的痛苦过程，而是你亲手为自己锻造第一把社会武器的专案。你的目标从一个虚无缥缈的好听的校名，变成一个极度具体的，为自己打造一把锋利好用的工具。这把武器的品质将直接决定你未来进入社会时的初始装备等级，让你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第二部分，夺回你的主导权，如何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当你理解了学历这把武器的重要性后，下一个问题来了，我要选择哪条路？打造一把什么样的武器？这就来到本书的第2个核心观点，你人生中90%的后悔，都来自于在最重要的时刻，用别人的大脑来做你自己的决定。太多高中生在决定人生方向时，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随波逐流状态，而这种状态主要来自3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是周遭的气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从众效应。当你身处的环境里，大家好像都以某个大学为目标，我们高中的毕业生通常都去那里，你很难不被这种氛围影响。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其实你只是选择了和大家一样。第2个敌人是他人的框架。
尤其是来自父母和老师的建议。他们会用这个科系比较稳定，那个工作未来有保障，这样的框架来跟你沟通。他们是出于善意，但这个安全的框架可能也框住了你真正的潜力。第三个敌人是你现在的自己。书中提出一个最危险的行为，轻易选择凭现在的学历就能进去的大学。作者说，这无异于亲手限缩了自己未来的选择，因为你用现在的安逸交易了未来的全部可能性。你的未来是开放的。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暂时提高学历并力求上进，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因为更高的学历意味着更广的选择范围，它让你有机会在进入大学后接触到更优秀的同侪、更丰富的资源，从而找到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书中甚至直白地说，就业活动从你决定考哪间大学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不同等级的大学所能接触到的企业实习、征才说明会的层级，本身就存在现实的差距。那么具体该怎么做？作者并不是要你完全不听任何建议，而是要你建立一套自我轴心决策法。它的核心不是问我该选什么科系，而是问自己3个问题：我真正想学到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5年后，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你开始思考这些更本质的问题时，你就不会再被科系名称这种表面的标签所迷惑。你会明白，与其追求一个看似万用的科系，不如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万用的人。这就是现代职涯理论所说的梯形人才，在一个领域有专业知识的深度，同时又具备广泛的视野和解决问题的通用水平能力。你在大学4年里，透过社团、实习、双主修，乃至与朋友的深夜倾谈中所积累的一切，都在构建你这个梯，这远比你的科系名称重要得多。掌握这个决策法及能力，将让你终身受益。第3部分，赢得终极的战利品，比学历更重要的资产。我们现在知道了，学历合成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也学会了如何为自己做决定。那么，在经历了人生中一场又一场的战役后，我们最终能得到的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本书的第3个，也是最终极的答案。人生这场仗，你真正能带走的战利品，不是任何一张证书或头衔，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终身自信。书中用了一个很可怕的词，叫学历僵尸。这种人成功考上了顶尖大学，或在职场上取得了亮眼的成就，但他们却在过程中把自己的健康、人际关系、对生活的热情全都弄丢了。当一个人把所有的自我价值都和学历、工作绑定在一起时，他就会为了维持这个成功人士的形象，不断牺牲掉人生中其他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停下来休息就代表不够努力，就可能会被别人超越，这样就配不上自己的学历和头衔了。所以他不断透支身体，因为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工作、去竞争，来巩固这个能定义他的地位。他没有时间和心力去经营那些与成功无关的家庭和朋友关系，因为他会开始用对我的履历有没有帮助来衡量一切。他会放弃那些单纯快乐的兴趣，比如弹吉他、爬山、看小说，因为这些是无法量化、无法变成勋章。慢慢的，他的人生就只剩下工作和竞争，这就是热情的消失。所以，被学历支配，不是说学历没有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在社会上太有用了，才让你产生了他就是我的一切的错觉。而这本书接下来要教你的心理素质修炼，就是要帮助你重新让你认识到，你的价值还来自于你的健康、你的品格、你的兴趣和你爱的人。第一，拥抱毫无根据的自信。作者指出，所有逆转合格的人都有一种我好像可以的迷之自信，这不是自大，而是一种必要的自我催眠。在面对看似不可能的目标时，相信自己能做到是踏出第一步的前提。第二，学会和痛苦共存。当你因为解不开题目而痛苦时，那不是你很笨，那是你的大脑正在建立新的神经连结。当你因为成绩停滞而焦虑时，那不是你在退步，而是你即将突破瓶颈的成长痛。把痛苦重新定义为成长的信号，你就能在逆境中保持平静。第三，建立微小成功的回馈回路。没有人能靠意志力撑过长达1-2年的备战，你需要的是一个正向的回馈系统。
与其定下1个月后提升10分这种遥远的目标，不如专注于今天背完30个单字，今天搞懂这个数学公式。每完成一个微小的任务，就在清单上划掉它。这个简单的动作会给你的大脑一个及时的奖励，让你产生我今天做到了的掌控感。心理学称之为自我效能感。当你累积了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微小成功，它们最终汇值变为宏大的自信。当你掌握了这套心理修炼的方法，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一切都不再是为了那张纸。每一次你战胜懒惰，每一次你将痛苦转化为成长的信号，每一次你完成一个微小的目标，你都在为自己的人生存入一笔最宝贵的资产。这就是书中所说的，那张真正能让你通行无阻、一生受用的人生白金门票。那份面对困难并成功克服它的自信。所以，我们回头看，在17岁时想知道的升学考试与人生之事。这本书它教会我们3件事。第一，将学历从社会给你的标签，转化为你主动挥舞的武器。第二，将决策权从周遭的噪音中夺回，成为自己人生的策略家。第三，将考试的过程转化为一次赢得终身自信的宝贵修炼。它承认现实的残酷，但同时也给了你一套在残酷现实中为自己赢得胜利的思维体系。影片的最后，此刻的你是否正在为了得到人生的哪一张白金门票而奋斗呢？它可能是一场考试，一个专案，或是一个你想克服的个人挑战。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你的时间，这里是核心知识，让我们一起洞察事物本质，建立你的思维体系。我们下部影片见。